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。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街机平台的休闲游戏《中国龙》。这款游戏一共2个模式，一个是入门模式，一个是挑战模式。咱们先来入门。为什么录制这款休闲游戏呢？因为在上周，突然我的粉丝群里就被一款小游戏刷屏了，就是羊了个羊。我当时很疑惑，一款小游戏为什么这么火？了解了一下之后才发现，这不就是小的时候在街机厅玩的中国龙吗？但是有一点跟大家说明一下，我目前玩的这个版本不是我小的时候玩的那个版本。当年在街机厅玩过的版本，如果录制了视频，它是发不出来的。这一点当年玩过的小伙伴都应该懂，不做过多的解释。现在玩的这个版本出品的年代是2001年，相对于街机游戏来说，这个年代就非常的晚了。大家注意屏幕的右下角，一共有4种道具。1号道具是把目前手里的一张牌拿回原位。2号道具是自动寻找可以消掉的牌。3号道具是炸弹，可以炸掉屏幕上和你手中相同的牌。4号道具是可以直接从下层把你想要的牌抽出来。另外，关卡当中还有一些奖励性的道具，比如说打乱目前屏幕上牌的顺序，或者是增加你的思考时间。游戏的基本规则非常简单明了，你手上有7个位置，你要利用好这7个位置，把场面上的牌3消。3消是有限制的，因为下层的牌你是直接捡不起来的。这款游戏表示上层的牌就是白色的亮色的，下层的牌就是暗的。我现在玩的入门关卡一共是5关，头一次币你只能选择1个模式。如果你把入门关卡的5关完成的话，再想玩挑战模式需要再次投币。这一点很好理解，毕竟它是一个街机平台的游戏，还是要求吃币率的，就像现在要求刷广告一样。后面的挑战关难度非常高，我如果不借助道具的话，目前这个版本我是玩不了2关的。当然了，很多小伙伴可能羊了个羊，第2关都没过去。当然了，过不去第2关的也包括我，年纪大了，潮流有点跟不上了。而且关键的一点在于，我玩了30多年的游戏，现在很多的游戏拿过来一看你就知道这个类型你玩没玩过，类似的游戏有哪些，哪一款好玩，哪一款缺点比较明显，不推荐。中国龙这款游戏的版本大概有4到5个，其中有那么3款左右。游戏当中加入了很多擦边的元素，可能很多小伙伴当年在街机厅也见过，并且给你普及了一定的一些方面的知识。这个也是无奈呀，因为那个年代家长也比较保守，学校发了书，有的不给你讲，让你回去自己看。而且你不可能某些方面的知识都从录像带里边了解，那种方式太简单粗暴了，也不好。相当于你一个小学生，突然所有高3的知识都倒给了你，这么多知识你一时之间肯定是消化不了的，而且你也没有卷子做呀，也没有试可以考。所以说一些游戏还是提供了一个相对的比较温和的渠道。
大家可能看到现在就发现了，入门关卡毕竟难度比较低，整体的思路最多就是利用手上的一些空位，然后把下方的牌翻出来。但是等到了挑战关卡的时候，你的位置就会变得非常紧张，甚至有些时候你的路线选错了，就需要借助道具了。因为有些关卡可能不是拼你的运气，而是拼你的背板。有些关卡正确的过关方式只有那么一种两种，所以想要通关的话，可能需要大量的游戏币来试错，这也比较符合街机的盈利的方式。每次关卡之前其实有一个选择，就是你目前的牌它可以左右颠倒或者是上下颠倒，但是每次我都选择的是正常。另外刚才提到这款游戏大概有4、5个版本，但是每个版本它又有很多的子版本。比如在中国地区销售的，它用的就是麻将牌；如果在海外的一些地区销售的，用的可能就是其他的图案。考虑的可能是更容易被海外的用户所接受，但是我觉得如果坚持用麻将牌的牌面的话，也算是一种文化输出了。这里给大家演示一个道具，就是直接拿下层的牌。这款游戏我应该打得不远，等到了挑战模式可能就打个1关2关也就到头了，太远的话就需要接币了。而且目前这个版本我是玩的非常少的，老的那个版本玩的多呀，而且那个版本你接币它也是值得呀。现在这个版本你接币你能看到什么呀？就是你通了又能怎么样？什么也看不到。所以说可能挑战模式给大家演示2关。类似使用麻将牌面的休闲的游戏还有一款，就是上海。可能那款游戏很多的老玩家，尤其是经历过街机时代的玩家，印象也非常深。它是一个对对碰的游戏，并不是3消。那款游戏我玩的也不好，我比较喜欢的就是动作类的或者格斗类的。休闲类的包括中国龙、上海、泡泡龙，还有天蚕变都玩的不好。天蚕变那款游戏其实版本也很多，大概有20、30个版本，而且有可能它的子版本都不一样，也有能录制的，有机会给大家录制一期。现在我进入了挑战模式，我手里的资源这些道具大概能支持2关。颜色比较暗的就是在下层，所以说你需要把上层的牌先拿起来。这里的难度就有一些了。7条，位置真的很紧张，3个4万。毕竟是挑战模式的第1关，也没有马上给咱们一个下马威。但是我现在感觉有一点眼花了。当年这款游戏玩的就不好，现在反应再慢了，感觉更难了。这个时候边上有几个小伙伴帮忙就好了。我想起了当年在街机厅，很多人聚在一起玩大家来找茬，
真的是有效率啊，人越多越有效率。这款游戏我感觉也是，但是人多的话，涉及到的思路就多了，因为可能有的关卡不只是一种解法。手里的牌现在不太理想。场上的牌剩的越少，难度是越低的。现在场面上虽然牌不多了，但是层数还是比较高。当然了，它也没达到有些游戏那样19层那么丧病。如果是那样的话，当年在机厅会吃多少币啊？这里的关键其实就是5条这张牌，它压得太死了。这样就等于解开了，剩下最后几张牌，肯定是能过关了。这样 AI 就会自动的把你的牌摆好。这一关怎么加入了东风和南风啊？也就是说，越到后面的关卡，牌的种类就越多样，那难度就越高了。每关的一开场，它会给你一个提示，让你顺利的拿掉几张牌。后面就靠自己了。我感觉我开场拿的这些牌都集中在左侧，感觉4万可以把上边的2饼拿掉。2饼也能消掉了，但是我觉得右边需要照顾一下。另外我说明一下，刚才我说的2饼、3饼等等是我家乡这边的叫法，可能很多地方叫2筒或者3筒，这个大家知道就可以了。9饼，感觉真的有点过分了，左边已经拿空了。其实从一个方向向另一个方向进攻不是一个很好的思路，因为你最好是从上向下。有些牌压的还是很深的，如果上边没有解决，不使用道具的情况下，很难直接从下方抽出来。这里找到了一个寻牌的工具，手里就剩下3个位置，这样我感觉比较困难了。这就是只拿左边不顾右边的代价。炸一张牌吧，炸掉了一张。5万可以拿掉。大家拿到最后会发现，牌肯定是都能够消掉的，不会有那种剩下几张牌消不掉的情况，这一点还是很严谨的。我本关是借助了道具才过了。这一关如果过了，我感觉手里的道具也就差不多了。其实寻牌这个道具并不好用，它就相当于你求助了场外的观众，
帮你看了一下，找了一下牌而已。它并不能对场上的局势产生任何的影响，甚至有些情况下，你使用了它，它自动把目前能拿的牌拿上来之后，你会发现手里已经没有位置了。所以说，真正有用的牌，也就是抽下层这个，还有就是可以把手牌返回一张。但是他们两个对应的都是一张牌，起到的作用也有限。所以我感觉本关真的是我能打的最后一关了。这次我又犯了相同的错误啊，也是，主要就搞左边。左边又要突了，右边还没动，下边压了好多的牌。7条，这2次把右边的也拿掉了一些，缓解了一下压力。旋风这个道具的作用是让版面上的牌随机排列，其实使用的时机非常重要，但是我感觉我的手牌就赶到这儿了，只能捡它了。而且这张牌如果消掉的话，有可能它会对你接下来的操作产生巨大的影响，因为没准它会给你摆一个死局，你是破不了了。这种情况还是有的，所以说随机这张牌最好还是当你实在是拆不动了，你再使用。右边有一个8筒，这也有点奇怪，感觉每次我都是先拆左边，这是和我自己的思维方式有关，还是确实这2关的过关方式就是这样？右边的层数有点高，但是感觉剩下的牌不是很多了。这款游戏我玩的真的是不好，眼神有点跟不上了，就是因为最近看了流行的小游戏，也给大家介绍一下类似的怀旧游戏，这样的话过关了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休闲游戏中国龙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